那么以上就是该机在高达 Z 中的全部战斗画面了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开个玩笑啊，虽然只有不到20秒的画面，但人家可是真真实实的出现在了 anime 中。可能第一次看的观众都没看清楚这机体长啥样，但它背后依旧有着大量的设定补充，这都得多亏了这个 MSV 计划。感兴趣的兄弟可以下来了解一下。那今天的重点还是这台老虎飞行试验型加布罗基地版。首先，这台魂线的飞虎和之前的飞虎其实就是单纯的换色再版，背景设定上也是这样的。该机是1年战争时期吉翁在地球圈秘密研发的，当时在地球上的 MS 由于重力的影响，机动性、作战半径等等都受到了很大的掣肘。高层讨论一致的结果便是开发一台能够飞行的 MS， 于是3台 YMS-07A 的原型老虎和1台 YMS-07B 的量产老虎就被拖来改造成了这样。首先，老虎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做什么修改，比如肩甲的这些牛角，不过为了减少武装，2只手都改成了这种75毫米的手炮。背包呢，则是增加了2片的压翼，作为空气动力学的控制用翼面。整个背包保留了2门主喷口，不过群甲后方又增加了2门，并且还新增了多的动力管来连接。最关键呢，就是这个腿部了。这个加粗加大的腿甲内藏了2台热核火箭推进器，通过和其他喷口一起配合推进来维持飞行。这台新的试验型老虎也有了新的编号 YMS-07H。然而在试飞多次之后，飞行距离短、重量大、巡航速度差等问题也全部都暴露了出来。整个方案也被反复的修改、反复的验证，最后个体数据最好的便是一台 YMS-07-H-4。当然，这又算是另一台新机了，可能会出之后的魂线。反正加布罗的这几台可不是这个-4型，而是这个初期型。1年战争结束后，联邦军接管了飞行老虎实验型的设计方案，不仅生产了少量的改装版本供自己使用，还对其进行了多项升级和改装，比如说添加了线性座椅和全周天屏幕等等，腿上也把热核火箭发动机换成了热核喷气式发动机。于是这几台老虎也能做出像大魔一样的悬浮效果。所以剧中的那几台相对同期的 MS 来说，性能并没有完全的断代，而这些飞虎就被部署于加布罗基地。结果卡缪撞了一台，3枪打了2，10秒灭了3台。我是不清楚联邦为啥没有采用-4甚至后期真正的-8型飞虎的设计，但戴哥可是名正言顺的有新的 PB 可以出了。把之前的老的飞虎实验型换个配色，削掉一些一应的细节，把小的侦察机换成2个水浪特效，新产品就这样堂堂登场了。当然，即便如此吧，和隔壁的加布罗吉姆同事相比，那也算是更良心一些。毕竟这4坨海浪的特效打光之后真的是非常的吸睛啊。实话说，我就是冲着这玩意儿买的。这4坨能单独的摆，也能像这样合在一起摆，对于把玩党来说，应该是比侦察机更有吸引力一些的吧。其他的配件就是3对手型了，开掌、五指并拢开炮的手型，还有一对握持手。不过这个细节确实是有点肉了，尤其指头部分感觉像是模具用了太多了，导致表面起伏不平。而且这个水口和飞边简直是没眼看。另外唯一的武装就是这把火箭筒了，当然了，剧中也就只出现了这把火箭筒，而且原版的飞虎实验型也是只有这把火箭筒。握把、瞄准镜、辅助握把和炮口的环都可以动，不过炮口的这个小压翼样子是什么东西？有没有懂的兄弟来科普一下？炮筒的尾端还有隐藏的排尘口，只不过并没有做成可动的机构，而是需要像这样抠下来，用这个小零件像这样替换，还原排尘口的展开。那么以上就是细节和所有的设定展示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老虎飞行实验型的可动。首先是复用了之前扎古头部的结构，脖子根部有一段能拉出的脖子，拉出之后就能让低头的角度达到接近45度的水平，而抬头就更是优秀了，能达到超过60度的幅度。拉出脖子后，左右也能做大范围的侧摆，幅度大概是45度不到一点，360度的平转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了。独眼机的经典掀起天灵盖、眼部转动的结构也是完全一致的。肩甲虽然是个球冠，但装比较短，活动范围很小。手和胸肩的部分有一段球冠连接，上下能摆动30度左右，前后也是差不多的范围。老虎主要就是靠这个关节来实现前伸和挺胸的动作。虽然肩甲不怎么可动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平台能够超过90度。不过这一段会露出一个拉伸关节，上方还有个水口，很难看。大臂根部可以轻松360度大风车，毫无干涉。手臂有2处可以平转，首先小臂根部可以平转，这样的好处是大小臂能实现不同方向的曲肘。另外大臂根部也没有忘了360度的平转关节。
两端一起曲肘的话，能到180度，小臂贴住大臂，非常的不错。手腕的连接就是常规的球关了。腰部的设计就比较的迷惑了。首先，腰前的盖板可以翻开，虽然设定上这里是驾驶舱，那避让干涉后的弯腰是可以达到接近60度的水平的。虽然幅度很优秀啊，但完全没有顾虑到背后的这几根动力管，这直接就拖出了，严重影响观感了。另外，挺胸的幅度略微超过20度，其实这个幅度也完全够用了。左右的摆腰幅度很优秀，大概能有30度的水平。不过之前的问题也是一样存在的，稍微超过一定角度后，背后的动力管就会自己弹出来了。另外，正常的左右转腰只有45度，感觉腰部可动设计是所有老虎产品的一道魔咒啊。前裙甲做了裂甲设计，下半部分能完全的抬起来，侧裙甲也是如此，但后裙甲就是做死的了。大腿根部依然使用了经典的滑槽下拉关节。使用这个下拉关节后，前踢能达到接近135度的大幅度，同时即使后裙甲不动，后踢依然能到60度左右。侧踢的幅度比较一般，用的是老式的斜切碗口球关，大概70度多一点就是平台的极限了。另外，大腿根部为了隐藏碗口球关，只能削去根部内侧装甲来换取前后90度的平转。屈膝由于小腿装甲太大，120度不到的范围也算可以理解，而且膝盖甲和小腿肚也做出了联动的设计。脚部采用了我最喜欢的下拉加球关，不仅关节紧实，而且向内的接地也能到45度以上，向外的接地也能达到差不多的幅度。这种设计球关越大，把持力度越强。另外，向前抬脚和向后垫脚的幅度也非常的优秀。优秀的接地和优秀的关节阻尼就是优秀地面 pose 的保证。另外，整个脚部也能轻松的360度旋转。最后是这个背包，首先翼面可以做这样的摆动，4个喷口也都有相关的球关可动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了。这台飞虎虽然是 Z 系列的机体，但实际上还是初代 Anime 的设计，毕竟只是换色再版而已。但这并不代表它的素质差，相反，老 Anime 系列，尤其是吉翁系列啊，都非常的值得一收啊。然而这台飞虎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全身的水口和飞边毛刺。蓝色外甲的话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明显啊，不过跟万代谈品控那就是对牛弹琴了。哎，算了，也只能这样啦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